说完，我便去了厨房。不一会儿，陈一诺也走了进来。你怎么进来了？悠悠带他们去参观他的公主房了。老公，我怎么觉得爸好像有点眼熟？她叫林风雪。林风雪？对，你上百度查一下就知道了。说完，陈一诺拿出手机查了起来，看到结果，大吃一惊。老爷，部长，这是官居从一品的紫金大员。你不是说看着他有点眼熟吗？应该是在电视或者网络上看到过他升迁至官居从一品的新闻。好了，一诺，可以端菜上桌了，你去叫他们吃饭吧。我不是，你至于吗？至于，一个是官居从一品的紫金大员，一个是神州银行的分行行长，都怪你让我百度，要是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来头那还好，这下知道他们的身份后，你让我在他们面前还怎么能够淡定下来啊？好了，听我的，没必要，甭管他们是什么身份，咱们都得面对，你就拿他们当成悠悠的爷爷奶奶对待就行了，去吧。这一夜是多么的温馨，父母慈祥善良，妻子温柔体贴，女儿乖巧懂事，这不正是我几十年来一直所追求的吗？但随之另一件事却涌进了我心头，那就是林家。前世的林家因为林天南这只狸猫害的父母在全网的口诛笔伐中引咎辞职，而我现在作为林家子嗣，绝不会让此事再发生。小陈啊，过2天就是周6了，你能不能带上一诺跟悠悠去一趟燕京，去看看你爷爷，认识一下林家的叔伯兄弟？周6嘛，行，就依您的意思，周6我带一诺跟悠悠去燕京。困扰我2世的身世之谜终于解开，没想到我的父母竟是燕京林家。为了不让林家受到林天南的牵连，我们周末来到了燕京林家。孩子，对不住，让你流落在外，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林家对不住你，是林家对不住你啊。林老，孩子，你叫我什么？爷爷。好啊，这些年苦了你了，苦了你啊。爷爷言重了，苦不苦的都走过来了。再说，若不是这些年的磨难，或许我也不会有现在的今时今日。老爷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小陈的媳妇，也是您的孙媳妇陈一诺。爷爷好。好，一诺，关于你跟小陈的情况，爷爷都有了解过。咱们老林家感谢你这些年的付出，感谢你陪他一起走过的风风雨雨。过去那几年，要不是有你的厮守，怕是也没有小陈今时今日的造化。人这一辈子啊，再大的坎，再大的难都不怕，怕的是落难遇坎时，身边最亲近的人弃而远之。接着，父亲逐一介绍了林家的一众叔代兄弟，几乎囊括了军商政全部领域，且个个人中龙凤，而我也在不卑不亢中尽显礼节。我是该叫叶总好呢，还是叫你老弟比较好呢？叶总是外人叫的，希姐叫我小陈就行。小陈，既然你已经跟你爸妈相认了，也跟咱们老林家上上下下都相认了，那你打不打算把姓氏身份改回来？我觉得暂时还没这个必要。没必要？为什么？首先，我暂时还不想我的真实身世搞得天下皆知，其次，我也不想给林家添麻烦，毕竟我的口碑在许多人眼中暂时不是那么好。若是我与林家的事儿人尽皆知，想必也会把林家推到风口浪尖，从而遭到舆论的攻击。虽说我林家并不在乎什么舆论，什么风口浪尖的，但我还是尊重你的决定，不改就先不改吧。那在4-9城中进行一场认亲仪式还是要的吧，至少得让他们知道小陈是三叔的亲生儿子，是咱们林家的血脉子嗣吧。还是算了，所谓的认亲仪式意义不大，对我而言，只要知道自己的出处就够了，不想过于被瞩目。如果在4-9城中开展认亲仪式的话，那么这跟昭告天下也没什么区别了。也罢，那就尊重你的选择。午饭后，我们3人单独来到了后院，老爷子提到了我的安保公司。我只是想多攒一些日后挥军海外时的筹码而已，毕竟华国企业在海外被制裁的事儿并不新鲜。就拿华为来说，我不希望华为所经历的有朝一日落到我的企业头上，更不希望有朝一日我身边的人一出现海外，就被那些国家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扣押起来。而9州安保存在的意义，就是能让对方在某种程度上忌惮我的报复。这没什么外人，索性我也不用避忌地说出来，9州安保并不是纯粹的战争贩子，而是一家为世界顶级权贵名流甚至是更高阶层提供安保雇佣的公司。在这个过程中，9州安保将会从那些世界顶级权贵名流身上源源不断地获得各种信息，届时在内部设立一个秘密情报分析部门，通过获取到的信息加以层层分析进行推断总结，一旦在有必要的时候，对我的帮助将是无穷的。至少在我面对被威胁被针对打压时，我将不会被动，甚至是能够让我立于不败之地。你的野心，至于咱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来说，有点玩火。对，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看着多少有点是在玩火，但这火也是有两面性的，在有可能玩火自焚的同时，也有可能照亮神州大地。一旦9州安保的发展真能让我如愿以偿，那么较之整个华国，较之整个紫禁来说，这得是何等的如虎添翼。过去那些年，我虽然一直在怨恨命运不公，可我从没怨恨过脚下的这片土地。同样的，胸膛的那枪赤诚也从未褪过色。说句矫情的话，
那就是心中那团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在种花家的热血信念未曾冷却过半分。若是紫禁需要，若是神州需要，我叶晨将倾囊而出，只为那一抹红能够更加鲜艳。好一生只为那一抹红能够更加鲜艳啊！不得不承认，我被你说动了。既然你对此事如此执着，爷爷答应你，只要你恪守住该守的底线，只要你不去踩红线，你的九州安保由林家来保驾，由我来为你护航。虽然不敢保证能让你的九州安保走多远，不敢保证紫禁那边能否放任着九州安保的成长，但至少林家会为你力争到底。风雪，你对此是怎么想的？他是我儿子。短短5个字，已经表明了父亲的态度。若能得到林家鼎力支持，那我的九州安保公司将会是如虎添翼。且不说那些了，小陈，听叶老头说，你在算命看相这方面造诣匪浅，还帮老叶家那小子避过了一个差点把老叶家拖下水的劫难，是不是？谈不上什么造诣，只是一些皮毛而已。其实这次过来，我也想跟你们说一下林天南的事儿。跟林天南相关的事儿，他现在人在看守所等判决，你打算说他的什么事？其实之前跟他打照面时，我就看出他会有牢狱之灾了。不过我要说的不是他的牢狱之灾，而是他很有可能会牵连到林家。虽说他并非林家血脉，但他一直都顶着林家子嗣的身份，所以林家怕是难以幸免被他牵连其中。一旦林家被牵连，影响的将会是林家的气数。不过既然林家现在还没被牵连进去，那应该还有挽救的机会。怎么挽救？林天南的面相上不仅显示着牢狱之灾，还显示着范小人身边的亲近之人。上次林天南找我查的时候，我记得他身边跟着一个狗腿子，看那狗腿子的面相，典型腹黑阴险之辈，我觉得有必要去提防一下那个家伙。小陈，这些全都是通过林天南的面相给看出来的。您觉得我会在您老面前故作这般玄虚吗？你说的没错，那个聂出身边的狗腿子的确是城府不浅，阴险腹黑。接着，叶老爷子把林天南打算给李元哥下药以及被捕的事全部说了出来。可惜的是，当李家丫头拿到东西想要劝说那可怜的女孩千万别做傻事时，那女孩依旧选择了跟魏浩存同归于尽。待到警方找到时，已经晚了。之后李家丫头便拿着那台电脑上的视频到了我林家，亲自交到了我跟风雪的手上。那些视频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有想过彻底销毁，为了杜绝老林家被卷入其中的可能性，但最后我还是放弃了这种念头，因为这样不仅对不住自己的良知，更对不住那个可怜的女孩。所以在跟你父亲合议之后，那个装有林天南各种罪状证据的 U 盘被你父亲亲自交到了燕京市局一把手的手上。看来这一世的重生在林李两家上已产生了蝴蝶效应，改变了前世的轨迹，不然也不会将我的身世之谜揭开。林天南牵连林家一事也在无形中已化解。好了，越扯越远了。本来我打算让这些事儿尘封的，毕竟林家上上下下除了我跟你爸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那些，包括你妈在内。这件事就到此为止。说到底还是得感谢李元哥，感谢他选择站在了林家这一边。对了，老爷子，李元哥他到底是什么身份来头？李千红李老你应该知道吧，她是李千红李老的孙女。闻言我不由一惊，没想到李元哥竟然是前紫禁大拿李老的孙女。那李长风呢？那李长风呢？李元哥的亲弟弟。终于我心中的疑惑解开了，找来前紫禁保镖，巨大的资金流入华国无人追查，与鹅厂官司有大人物介入，张景山搭线叶家，这些无疑都是李长风暗中所为。李家丫头跟那小子可以说是四九城中一股难得的清流，你可以放心去深交。尤其是李家那小子放着燕京大少不当，隐藏身份跑到江州自行创业，这些年来更是没仰仗过李家，脚踏实地经营着自己那1亩3分地，在整个4、9城的年轻小辈中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原本咱们林李两家有意撮合李长风跟林夕的，奈何不单神女无梦，相望也无心。不过听闻李家那小子对你言听计从，所以要是有合适的机会，你看看能不能撮合他俩。爸，既然是神女无梦相王无心的话，这种月老我可当不了。次日，一诺，待会我们带上悠悠一起去长城好不好？妈，您跟悠悠去就行了，一诺不方便就不去了。一诺，你怎么了？妈，您跟悠悠去就好了，我不太方便。我有了。真的？一诺，你有了？多久了？男孩女孩？快2个月了，之前我特意抽血让人帮我送去检测，是个男孩。一诺，你什么时候抽血检测了？你怎么没跟我说过？怕你不赞成，所以就没敢跟你说。一诺，要不你就留下来在燕京安胎好了，妈陪着你。妈，犯不上，这才1、2个月而已。再说我也不至于那么金贵，至于说留在燕京，先不说我还放不开江州那边的工作，就算我真愿意留在燕京，叶晨也不让的。好了，妈，时间也不早了，您不是要跟悠悠去长城吗？时间点也差不多了，咱们还得赶今晚的航班回江州呢。回燕京认祖归宗，化解林家劫难。
成功说服林家为我的安保公司保驾护航。回到江州机场，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秦轩，他身旁的是女间谍孙颖。看来前世的秦轩是受孙颖的影响，才带着神行2项目的研究成果叛逃国外。回到家后，我立即找来了秦轩。叶总，您这么晚了找我，是想了解神行2的进度吗？先不着急说神行2的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8点那会你应该是跟一位叫孙颖的女子一起出现在江州机场大厅吧？叶总，你别误会，我没有找人跟踪或调查你，只是碰巧而已。如果我说他是心存目的故意接近你的话，你相信吗？不会的，叶总，孙颖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他对我没有任何目的，只是咱们都是被彼此的性格所吸引而已。他也从没想过干涉我的家庭和工作。一个出身名校、留学世界知名学府，还是学术权威组织 THG 成员之一的天之娇女，图你秦轩有老婆孩子，图地下情刺激，图当小三好玩，还是图你秦轩能够给他带去灵魂上的升华？叶总，你不懂。我不需要去懂，毕竟这是你的事儿。但问题是你作为神行2研发团队的核心成员，你给我来上这么一出，你觉得我还能信你吗？叶总，工作跟生活我分得很清，不会让生活影响到工作的。这只是其一，最重要的是神行2是耗资几百亿的项目，承载着10几亿华国人的期望。如果说那个叫孙颖的之所以搭上你是奔着神行2而来的，那你说我留下你算不算是引狼入室？叶总，你的意思是孙颖是因为神行2项目才跟我交往的？我想你应该是想多了。在神行2这个项目敲定之前，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很不一般了，而且从头到尾他都没问过我有关神行2的半句。算了，那个孙颖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跟你在一块的已经不重要了，神行2项目的重要性不用我说了吧？我给你个选择，要么彻底离开孙颖，要么离开神行2研发团队。叶总，你说什么？就因为我有婚外情，所以就不让我留在神行2的研发团队？此事事关重大，我不敢拿神行2项目来赌。前世的秦轩具体为何偷盗研究成果叛逃出境不得而知，我宁愿放慢研究进度，也不会让此事再次发生。而此时的秦轩已彻底被孙颖征服，完全失去了判断能力。如果说留在神行2的条件是要放弃孙颖，那我不留也罢。明天我会主动请辞离开神行2团队。为了那个孙颖，值得吗？值得。次日，我来到了乾隆游戏公司。叶总，入主米哈游的事儿基本上谈妥了，50亿加专利加技术，换米哈游27%的股份，这是米哈游那边的底线。虽然您之前就有跟我预测过对方的底线，但是该说不说，我还是觉得米哈游那边有点狮子大开口了。如果轮回的端游能在1-2年之内上线，那么米哈游27%股份需要用50亿加专利加技术来换取，这较于咱们而言或许是真的有点狮子大开口。但轮回的端游能在1-2年内实现上线吗？叶总，轮回端游最快都还得2年才能上线，可收购米哈游的股权跟咱们的轮回端游上线有冲突吗？有冲突，而且还不小。不得不说，我十分看好米哈游的魔神，即便赶不上轮回，我相信它也会成为轮回之后的第2大。以魔神那种需要去疯狂氪金的玩法，这又会迎来何等的利润？其二，一旦咱们放弃收购米哈游，那就等同于给鹅厂提供了机会。若是真被鹅厂成功入主，虽说威胁不到咱们，可鹅厂那种上蹿下跳的嘴脸手段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行，既然您如此决心，那我就不再多说了。可米哈游创始人的意思，想跟您先见一面。行，那就如他所愿，你安排一下，咱们一块儿去趟魔都。我马上安排。很快，我们来到了魔都，直接来到了酒店餐厅，见到了米哈游3姐。刘总，您跟徐总提出想跟我见一面，所以还请刘总直入主题，咱们先谈事，再吃饭。得，那咱们就不绕圈子了。叶总，我想问您几个问题。您为什么想入主咱们米哈游？虽说咱们米哈游这2年来也算是有点气候了，但相比起乾隆游戏来说，咱们米哈游不至于被您放在眼中吧？刘总，容我先问一句，这个问题跟乾隆游戏入主米哈游有关吗？有。说句实在话，米哈游并没有多少被收购的意愿，即便只是稀释20-30%的股权，否则在鹅厂那边一直以来的糖衣炮弹下，怕是早就把鹅厂游戏给引了进来。所以哪怕到了这一刻，咱们米哈游的股东层多少还是有些摇摆的。即便说咱们已经深深感受到了乾隆游戏的诚意，可我还是希望叶总能够充分说服咱们，能够让咱们坚定下来。刘总说的没错，相比起轮回已经打下的基本盘，老实说你们米哈游并不被我放在眼中。就算魔神的前景再好，它跟轮回之间都会有着绝对的差距，这点各位想必也是心里有数的吧。至于说你们股东层对于股权被稀释一事并没有太大意愿，我也理解，毕竟鹅厂那边自始至终都没能让你们动摇便可看出。不过我要说的是，拒绝鹅厂对你们米哈游来说是个明智的选择，但是拒绝乾隆游戏会成为你们米哈游日后发展的一记败笔。哦，拒绝乾隆游戏将会成为米哈游日后发展的败笔，这怎么说？因为米哈游若是希望日后能够走得更远，那就需要乾隆游戏的专利与技术扶持，这一点我想刘总应该很清楚吧，否则咱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了。不同于鹅厂只能提供资本力量，乾隆游戏能够提供的专利与技术扶持，对你们米哈游毫无疑问是如虎添翼。别的且不说，
最起码乾隆游戏的专利与技术可以让你们米哈游旗下的魔神在日后得到更完美的优化，不是吗？叶总说的没错，但我还是冒昧的问一句，乾隆游戏跟米哈游从某种意义上也算是竞争对手吧？既然是竞争对手的话，你们乾隆游戏为何还想着让米哈游如虎添翼？就因为能够从米哈游身上获得27%的股权，而且还是在掏出50亿资金作为收购方案一部分的前提下。抱歉，我有点不太理解。我理解你的不理解，可我要说的是，我并没有把你们米哈游当成是竞争对手，甚至是我也不认为米哈游能够威胁到乾隆游戏。之所以想着以资金加专利加技术的方案去收购米哈游的股权，是因为乾隆游戏旗下除了轮回之外，不打算再设计其他的游戏研发。而且乾隆游戏的未来是端游版的轮回，至于手游版的轮回，不过是过渡罢了。而我对米哈游发起股权收购，只是出于资本立场，建立在资本立场的背景下，若能入主米哈游，那我肯定不介意让米哈游如虎添翼。毕竟米哈游发展的越好，我的资本回报就越丰厚。此言一出，几人顿时呆住。乾隆游戏除轮回外，并不打算再去研发其他游戏。乾隆游戏的未来只是端游版轮回，而手游版轮回只是一个过渡。抱歉，叶总，我是不是听错了？您是说乾隆游戏的未来是在端游上，而轮回手游仅仅只是作为一个过渡？没错，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对你们米哈游的股权有兴趣。要不然别说是50亿加专利加技术，就算只是用专利或者技术去换取米哈游的股权，我都不会干。毕竟我还不至于去培养米哈游来跟乾隆游戏竞争，你说对吗？叶总，恕我不解，您跟乾隆游戏是觉得端游在未来的游戏业中还会有很大的市场？刘总，关于乾隆游戏的战略以及发展规划，你就不必去好奇了。所以，就凭我说的这些，足以让各位把决心给坚定下来了没？如果贵方愿意接受乾隆游戏的入主，那么在手游的领域上，我并不介意动用乾隆游戏的专利与技术，让魔神、让米哈游在日后光景中走得更加之远。不过前提是乾隆游戏需要成为米哈游的第2大股东。叶总，您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咱们米哈游这边要是还拒绝的话，那就是不识好歹了。行，50亿加专利加技术换取米哈游27%股权的收购方案，我同意了。我也同意了。我也同意了，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就在这时，包间闯进来了一群不速之客。秦轩为了女间谍主动离开神行2研发团队，米哈游答应50亿加专利技术出让27%股权，此时却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你们是？歇着，不是冲你的。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叶总还真是大驾光临到魔都来了。刚才我还以为是假消息，没曾想竟然真的是叶总本尊。您是？叶总，这位是魔都东方集团的太子爷孙少。你好，孙少。看着这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张扬装逼吗？来，叶总喝一个。叶总，行，孙少是吧？这杯酒我喝了。叶总爽快。孙少，您抬举我了，我酒量不行。什么玩意儿？你酒量不行？我可知道，你为了500块一口气干掉一瓶52度的白酒，我不过给你倒了一杯红酒而已，你就跟我说你酒量不行？今时不同往日，现在是真没那种量了。是没那种量，还是不给我面子？这恐怕得取决于孙少怎么理解了。你这是啥意思？意思是别自取屈辱。虽然我不知道你玩的哪出，出于生而为人的基本素养，我给你面子了，所以你就别再蹬鼻子上脸了。我给你倒杯酒，你端着架子说你没那个酒量，倒还成我蹬鼻子上脸了。就因为你给我倒酒，我就一定得喝了。你是不打算给我这个面子了？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啊？咱们素不相识，你无缘无故跑过来跟我赛脸，怎么是为了彰显你东方集团太子爷这重身份，还是觉得我叶晨可以随便拿捏？对，咱们之间的确是素不相识，我孙浩也犯不上去跟一位暴发户较劲。但是叶总，不知你还记不记得方圆集团的少东家冯亮？记起来了，就那个在天宫会所被人乱刀砍死的神经病。他是我小姨的儿子，是我亲表弟，一起长大的亲表弟。然后呢？如果当晚不是你刺激到他，他不至于死在天宫会所。然后呢？然后婆，千万别让你的老婆孩子落到我手上，否则我一定得把他们卖到。一定，呵呵。你他妈找死！操，还他妈愣着干什么？打电话，快给我打电话，打110，报警，报警！有种，真他妈有种！叶晨，这次恐怕你真的摊上大事了，哈哈！你信不信？只要我不把你给干死，你爹都得帮我摆平这一切。你说什么？我说今天的最终结果是你得白挨这顿打，你信吗？叶总，都怪我，我不该让您到魔都来的。没事，你多心了，这事儿与你无关。如果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那我就不会放纵自己的情绪。放心，我兜得住。说完，我拿出电话给魔都红酒王子秦朗打了过去，调来了东方集团孙永行的电话。就在这时，2名警察走了进来。警察同志，你们可算是来了，孙少就是被他打的。怎么还不送医？打120了吗？不着急，死不了。我想看你们把行凶者带走。他身上的伤势都是由你造成的。没错。那叶先生，
请跟咱们回去接受调查。还有几位也顺便跟咱们一同回去做笔录。请先容我打个电话。说完，我便拿出电话打了起来。哪位？孙永行，孙董吗？我是谁？你回头就知道了。废话不多说，孙董，刚才你儿子对我进行言语挑衅，并且对我的亲人出言不逊，所以被我揍了一顿。放心，我有分寸的，没把他揍死。他现在把警察给招来了，你说咋整吧？你说什么？你把孙浩给打了？没错，不过应该说他是自找的。你打了他，还给我打电话，你是想跟我讲道理？不是跟你讲道理，是想让你帮我解决收尾。警方现在要我跟他们回去接受调查，而我又不想浪费时间跑那么一趟，所以我想找孙董帮我摆平。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孙董，如果你觉得我是在跟你开玩笑的话，那我就多说几句吧。风雨夜、老槐树、大操场，还有那个跑去国外整容的混账，你到底是谁？孙董息怒，我只是以前不巧听到了一些跟我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事而已。原本我都是左耳进右耳出的，也没跟其他人吐露过半句。毕竟咱们无冤无仇，素不相识，我也犯不上去找你的麻烦。可万万没想到，这该死的巧合还是让咱们发生了交集。就在刚才，我好端端的在吃饭，你那宝贝儿子突然闯进来找我麻烦。一开始是哪怕知道你的宝贝儿子是想找茬，可我还是给足了他面子。但之后他蹬鼻子上脸辱骂我的亲人，你说我能忍吗？换作是孙董你能忍吗？够了，这些回头再说。你不是想我帮你摆平吗？给我几分钟，我这就帮你解决。好的，谢谢孙董。挂了电话，孙浩的电话响了起来。喂，爸，混账，该死的东西，你到底招惹到了何方身上？现在是我受了伤，死得了吗？死不了的话，马上给对方道歉，马上把警察打发走，马上息事宁人。我要是不能，那你就是在把东方集团，把你老子我推向万丈深渊。我没时间跟你说那么多，马上道歉，马上把警察给打发走，马上息事宁人。听到父亲越来越剧烈的训斥，孙浩如遭雷击，让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行，我听你的。孙少，我说过这顿打你肯定得白，没骗你吧？抱歉，咱们刚才是闹着玩的，实在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孙先生，你确定你们是闹着玩的？确定。你真不打算追究了？本来就是闹着玩的，一场误会，没什么可追究的。好，既然是一场误会，既然你不打算追究，那咱们就撤了。另外，赶紧就医吧。说完，2名警员便转身离开。孙少，难道孙董没让你跟我道歉吗？对不起。大点声。对不起。滚。回到家中，我正在整理前世的记忆，又接到了孙永行的电话。孙董，叶总，是我教子无方，导致孙浩那个不成器的玩意给你添堵，造成了不愉快，真的万分抱歉。冤有头债有主，该付的代价他也付了，孙董不必再去过多自责，只要日后别再触我眉头，这事就算是翻篇了。行了，孙董，咱们彼此的时间都挺宝贵的，所以就不必绕圈子了，不妨有话直说。既然叶总快人快语，那我孙永行也不藏着掖着了。叶总，我想问问，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你究竟知道多少？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如果不是贵公子来找我的麻烦，本来我是可以完全不知道的。还是那句话，我跟孙董无冤无仇，我犯不上去给自己惹一身腥，更犯不上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无赖只能找孙董来帮忙解决了，就这么简单而已。叶总，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开个条件，告诉我你到底知道多少，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孙董，我叶晨啥都不缺，我要的你也给不了，你能给的我都不在乎，我不是说了吗？如果不是贵公子找我的麻烦，这些我会烂在肚子里的。孙董放心，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半句相关的。如果你们父子俩不来招惹我，我也相信以后也不会对外多说半句。再问叶总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让我知道你知道风雨夜老槐树大操场？叶总就不怕惹祸上身吗？就因为叶总跟孙浩的那点事，叶总就暴露出自己所知道的那些事儿，值得吗？孙董这是在威胁我吗？叶总觉得我敢威胁你吗？所以这不就结了吗？我既然敢让孙董知道，那就不怕被孙董知道，就这么简单。叶总，最后再多问一句，你真的保证不会对外透露半句？前世的孙永行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因为此事暴露锒铛入狱，现在的我根本不用去过多考虑此事。这取决于孙董跟贵公子。好，从今往后，但凡叶总出现的地方，我都会让孙浩那个王八蛋退避三舍。要是他再敢招惹叶总半分，我亲自打断他的腿。那孙董大可放心便是。挂了电话，外面的雨也越下越大。我知道一场洪浪马上将要席卷整个中原，可我却无能为力。我打了儿子，却让老子收拾残局，老子只能乖乖照做。连日暴雨导致中原将会迎来一场大规模洪涝，而我能做的只有一人如雪捐款5亿，腾龙影业捐款1亿，腾龙地产捐款1亿，腾龙资本捐款1亿，雷霆速递捐款1亿，乾隆游戏捐款5000万，江湖火锅捐款5000万。另外，把中原所有酒店宾馆全都给包下来，为所有无家可归的中原民众提供暂时的栖身之处。叶总，我先替中原的群众对您表达深深感谢，我马上联系中原官方，
由官方成立的安置小组配合咱们办事处去落实您的驰援，谢谢。次日，全网都为这场千年一遇的涝灾陷入了沉重伤痛中。同时，一家家企业捐款驰援也迅速披露出来，捐款最多的则是阿里集团的15亿，其次便是我旗下的企业，累计捐款10亿，并且悄无声息地包下了中原所有酒店跟宾馆给受灾群众进行免费提供，瞬间点燃整个互联网，网上舆论无疑都是倒向我这边。可我做这一切，只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喂，西姐，你小子的手笔可真是不简单啊！一出手就是10个亿。我刚看了下网上的舆论风向，你小子可谓是把人设口碑给彻底扭转过来了。你认为我是为了扳回人设口碑才掷出的手笔？就没有一丁点的想法？没有，是我格局小了。西姐，你打电话过来不会是就为了说这事的吧？没，就是想跟你聊几句。老爷子在知道你旗下那几个企业一共捐了10亿，以及你包下所有中原酒店宾馆给受灾群众提供住所的消息后，老人家欣慰到眼泛泪花了。举手之劳罢了，10亿对其他人来说或许是天文数字，可对我来说还是能够承受得起的。能够承受跟愿意承受，这可是2个不同的概念。毕竟强如阿里跟鹅厂也不过是捐了15亿跟1亿而已。得，不扯这些了，说正事吧。过几天燕京有场经济峰会，到时会有诸多国内的顶级商界大佬出席。我想问问你有没有兴趣？有兴趣的话，我给你安排一张邀请函。怎么？你想帮我扩展人脉关系？不是我说你，截至目前为止，跟你有过交集的商界大佬才几个。老实说，这样子下去是不行的。不说要高朋满座，但最起码的得彼此混个眼熟，有个联系方式。你倒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以一副甩手掌柜的架势自行一派，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西姐，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说句实在话，我不习惯坐在台下听别人高谈阔论，所以还是算了，兴趣不大。其次，许多商界大佬在不久之后将会成为我的竞争对手，我不想现在与他们有过多的交集，所以还是算了。看来你小子的野心还真不小。那行吧，不勉强你，回头看哪天到江州出差我再找你。次日，我来到了腾龙资本总部。叶董，都坐吧。把筛选过后符合潜力的融资计划书给我看看。叶董，都在文件夹里头，您过目。叶董，这些公司的长远潜力或许不佳，但是如果介入资本进行操作一番的话，还是能够带来惊喜的。割韭菜吗？腾龙资本的战略方针是放眼未来，而不是以割韭菜为目的活跃在资本市场。虽说腾龙资本目前是处于刚成立的阶段，但咱们要对标的是国内顶级投资公司，甚至是国际上的顶级投资公司，而不是到处收割。叶董，咱们都理解您的战略，但凡事不都是一步步来的吗？即便是国内的顶级投资公司跟国际上的顶级投资公司，不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吗？所以就到处撒网吗？你说的没错，不管是国内的顶级投资公司，还是国际上的顶级投资公司，都是从到处撒网一路走过来的。可如果走这种路子的话，腾龙资本得多久才能成为国内顶级投资公司？又得多久才能成为国际上的顶级投资公司？10年、8年，这不是我的预期，更不是我对你们的期望。我的目标是3年，最多5年，腾龙资本就得成为跻身国内投资公司的顶级序列，这也是腾龙资本必须要达到的目标。此言一出，众人顿时哑然。3、5年跻身国内投资公司的顶级序列，这无疑有点痴人说梦。我知道这个目标或许该说是野心，多多少少有些不现实，但我既然敢有这种野心目标，我就有信心。你们都是我在精心研究过才让天行猎头帮忙给挖过来的，我看中的不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看中你们的心气，都是自命不凡的主，那么还至于去为腾龙资本的野心而妄自菲薄吗？叶董，咱们只是想稳扎稳打的让腾龙资本一步步发展起来，毕竟大手笔的长线风投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咱们才一致认为现阶段的腾龙资本应该稳妥起见，尽可能的去筛选那些短时间内能够给咱们带来惊喜的潜力公司。你们尽管放手去干，腾龙资本就是给你们实现暴富与野心的平台。我知道稳扎稳打是良性发展的最好途径，但稳扎稳打并不代表需要靠割韭菜的方式去实现。或许你们是担心风险指数，但是大可不必，只要你们敲定目标后再交予我来拍板即可。你们只需要评估潜力，风险系数你们无需去考量。说完，我便认真看起来融资计划书，突然眼前一亮，精灵公司，前是把苹果、华为、微米等品牌给踩下去的公司。看完融资计划书后，我开口问道：精灵公司的融资计划书你们觉得怎样？叶董，精灵公司是一家主营手机以及智能研发的电子科技公司，创始人是广深华强南的山寨机生产大户。随着山寨机时代结束，对方便销声匿迹，2年前才创立了精灵公司，但截止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真正问世的产品。虽然这份融资计划书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的确有着极大潜力，但最关键的核心是，对方至今没有任何上线的产品，这个风险系数着实过大。我相信应该没有谁愿意去提供融资，所以我个人倾向于对方的产品面世后再进行评估。
精灵公司的创始人是叫汪海洋吧？没错。回头你把他的联系方式发到我手机上，我亲自找他聊聊。好的，叶董。回到家，我直接拨通了精灵公司汪海洋的电话。你好，哪位？汪海洋，汪总吗？我是叶晨。哦，不认识。您说您是谁？叶晨，伊人如雪的叶晨。叶总，我刚才正忙着，一时走神没反应过来，抱歉，实在是抱歉。叶总，您打电话给我，是你看了精灵公司的融资计划书了吗？看了。腾龙资本是不是对精灵公司有兴趣？腾龙资本对精灵公司并不怎么感兴趣，但我对汪总的精灵公司有兴趣。叶总，您是认真的？明天10点，江州 DOA 咖啡厅，咱们见一面，如何？好的，叶总。我豪掷10亿赈灾，只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看到精灵公司的融资计划书，让我激动不已。从腾龙资本出来后，我们来到了南国山庄。长风，你今天是不是显得过于拘谨反常了？怎么是对我产生隔阂了不成？叶哥，有吗？关于我的身世一事，你已经得知了吧？叶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从你送我 DOA 紫金黑卡的时候，我便起了疑心。后来你找来前紫金保镖，你在做空美股上那种手眼通天的能耐，跟鹅厂游戏官司的大人物介入，大限叶大少，这些都让我怀疑你的来头不简单。但却万万没想到，你既然是李千红李老的孙子，更没想到你是李元哥的亲弟弟。既然如此，那叶哥你为什么不问我？你说呢？那叶哥，如果不是你的身世揭秘，你会挑破对我的怀疑吗？如果我想挑破，早就挑破了，而不是等到现在了。叶哥，景山那边还是不适合让他知道，一旦被他知道那些，就他那性格，还不知道会对他造成何等层面的心理影响，甚至是我一直都担心他会察觉到什么异样，从而升起怀疑来。放心吧，就他那大咧的心眼，他察觉不了异样。你俩相处的年头也不少了，他要是能察觉的话，早就察觉到了。就在这时，张景山拿着冰淇淋走了过来。叶哥，你俩说啥呢？远远就看你俩在聊个不停。说你缺心眼。要是说我缺心眼的话，那我得认。不过我觉得像我这样也挺好，至少不用伤那么多的脑筋。来，请你俩吃冰淇淋。叶哥，听说你小舅子要订婚了是不？过2天宝驹在江州有一场车展，到时候我送他一辆宝驹，怎么样？冰淇淋，宝驹，我猛然一震，又是一个绝佳的做空机会。因为前世宝驹车展，为了一个冰淇淋让其市值短短3天蒸发数千亿，但我应该怎么给他们解释呢？怎么了，叶哥？你刚才提到冰淇淋、宝驹，我闻到了强烈的金钱味道。什么？叶哥，你的意思是？直觉告诉我宝驹车展会出事。那我们做空美股宝驹，不过这次全凭直觉，至于要不要跟，你们自己选择。这还用说吗？对，叶哥，就算你直觉错了，即使撤场也不会有多少损失。行，老规矩，利益最大化，我只要一半，在宝驹车展前入手。好的，叶哥，你估计周期多长？我的直觉是3天，车展3天后，无论亏与赚，多与少，立即撤场。好的，叶哥，我马上办。次日10点，我来到了 DOA 咖啡厅，见到了精灵公司创始人汪海洋。叶总，想必之前您肯定对我进行过了解吧？当年我在山寨机失去生存空间后，就带着资金投入到了电子科技领域中。或许是因为山寨大王这个称呼成了我过不去的坎儿，所以我一直都想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主流品牌。这些年里，不仅烧光了我的积蓄，甚至还从银行贷了不少，全都砸在了研发上。因为我要的是打造出华国电子产品自身的移动操作系统。目前操作系统的开发进度已经到了90%，不出意外的话，再有几个月时间便可研发出来。但在生态建设这方面还需要些时间，可这个时间不会超过2年。而我的计划是先推出以安卓系统为主的机型，继而在后续2年之内全面完善搭载自身开发系统的生态建设，用2年时间去为更迭做准备。那在这2年里，优势在哪？体验感以及使用流畅度比微米、华为以及国内许多手机品牌更加好，这算是优势吗？目前的精灵公司还没有任何产品吧？3个月，最多3个月，精灵手机第1代机型将会出来。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的空谈。叶总，如果我把精灵公司跟华为、微米这些公司交底的话，我说对方绝对会以不低于50亿甚至更高的价格去收购，你信吗？但我不甘心，不甘心就这么把自己的心血拱手让人，更不甘心让自己的梦想止步于此。精灵公司的未来不在于这2年，而是在于2年后，在于走完这个过渡期。只要迎来精灵公司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那么我相信精灵公司的舞台是世界，而不是局限在国内市场。我当然相信他说的这些，因为这就是前世的轨迹。汪总，到了这份上，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了。融资的话我兴趣不大，我想收购。当然了，并不是全盘收购，我只是想收购精灵公司的部分股权，但无论如何，我都会给你保留足够的权利。如此一来，哪怕精灵公司日后真有登上世界舞台的那天，精灵公司身上依旧是贴着你汪海洋的标签。叶总，如果我把精灵公司的实际情况跟微米、华为这些公司进行交底，你信不信哪怕我拒绝对方的收购要求，
我同样也能从他们身上实现融资。相信，我当然相信，但你最终还是找上了我，不是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汪总之所以几次前往腾龙资本拉融资，另一个目的在于我的腾龙科技吧？我知道，电子科技领域最核心的部位莫过于芯片，芯片的问题不解决，又如何去获得市场的青睐？叶总说的没错，在芯片迎来短缺之前，精灵公司就通过各种方式备了大量的芯片，足以让咱们生产出不低于3000万台的手机，其中搭载高端芯片处理器的手机不会低于1000万台。这些芯片搭载的应该只是第一阶段的精灵手机吧？用来争夺市场的过渡性产品还行，想要制造出汪总在融资计划书上提到的划时代性能机，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届时所需要的高端芯片又何处去觅？就眼下这种芯片大环境，高级货都在国外那些芯片巨头手上握着，汪总该不会是觉得想买就能买吧？叶总，我是在赌国产自主研发的高端芯片会在不久之后成功问世。所以，一旦我的5纳米光刻机研发出来，高端芯片还会远吗？这也是你为什么找上腾龙资本的原因吧？叶总说的没错，一旦国产高端芯片出来，那精灵手机必定可以成为划时代的产品。我自信精灵手机可以拉开一个时代的序幕。说到底，这也是一场豪赌，但我有赢的把握。这话你只适合在我面前说而已，换做其他资本不会买账的。没错，任何资本都不敢赌，这也是汪海洋一直拉不来融资的原因。而我的国产高端芯片即将问世，一旦与我达成合作，这对他来说又是何等的重要。那叶总，您打算出资多少，收购精灵公司多少股权？精灵公司68%的股权，至于融资多少，汪总需要多少我就出资多少。另外，我叶晨入主的企业绝不会出现2次融资的现象，但我有个条件。叶总请说。精灵公司迁出广深，迁入江州，届时我会在腾龙大厦为精灵公司留上一席之地。行，叶总，容我回去想想。没问题，腾龙资本的大门随时为你打开。结局根本不用去想，精灵公司想要走得更远，离不开我的国产高端芯片。一旦我入主，那将是何等的如虎添翼。回到家中，我正在给老婆女儿准备晚餐，突然接到李长风的电话。喂，长风，叶哥，有结果了，咱们大概能在券商那儿借到80来亿美元的股票，换算成人民币大概600亿的样子，杠杆的话能做到5倍，保证金的比例还是1比1，强制平仓还是和上次一样。没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资金情况怎样，我给你转350亿，赶在车展前入手。好的，谢谢叶哥。说完，我便把350亿转入李长风账户，接着李长风把我们3人的600亿全部投入到做空宝驹的股票中。我们3人600亿做空美股宝驹，因为我知道宝驹车展将会引发一起冰淇淋事件。小姐你好，听说在你们宝驹可以免费领冰淇淋是吗？没有啦。哦，好的，谢谢。 Hello, can I have an ice cream? Okay. Thank you. You are welcome. How to eat this? I'll teach you. 怎么，我们想要个冰淇淋就没有？国际友人来了就有，你们什么意思？没有就是没有，没什么意思。大家快过来看看，都过来评评理。我们想要个冰淇淋，他们说没有，国际友人来了就有了，大家快来呀！不出所料，这一事件迅速登上了热搜榜首，在竞争对手的拱火下，持续飙升着热度。我操，长风，你看，宝驹车展真的出事了，叶神牛逼，这还能料中？我真怀疑叶哥是不是从未来重生回来的，不然怎么可能每次都中？你丫的是妖孽重生看多了吧？另一边的我正在整理前世的记忆，突然接到了恩师严老师的电话。严老师，小陈啊，你能不能帮我们劝劝珊珊？她一个211师范学府出来的，现在竟一门心思想着去拍戏当演员，天天混在那什么横店影视城里跑龙套。那丫头以前就很听你的话，你能不能把她劝回来，让她踏踏实实去考教师编制？严老师360行，行行出状元。既然他这么执着，你们为什么不让他试试呢？如果他不是那块料的话，等他碰壁认清现实了，自然就会回头了。哎，我就是怕他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啊。行，严老师，既然如此，那这事儿就交给我得了。您放心，肯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结果。次日的某横店影视基地，吴雨山是吗？你的角色被取消了，赶紧脱下剧组服装走人吧。陆副导，您说什么？听不懂人话是吗？你的角色被取消了，赶紧脱下服装滚蛋。为什么？给我个理由，我需要个解释。需要个解释？就你这种跑龙套的，你有资格要吗？赶紧滚蛋，别影响咱们的时间。你过来。陆副导，去麻利点，让他换下剧组服装，让他赶紧走人。他那个角色有人顶替了。说完，副导直接转身快步离开。你是叫小吴吧？我知道你肯定心有不甘，但别跟自己过不去，还是换下剧组服装离开吧。王姐，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昨天才把角色交给我，
为此，我昨晚还回去练了一晚的台词跟肢体语言和表情控制。为什么今天就取消我的角色？这不是欺负人吗？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应该在横店待了有一段时间了吧？你难道不知道一个龙套想要晋升成有一定台词跟镜头的正式角色有多么难吗？幸运儿不是那么好当的，或许该说没有几个幸运儿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看你的形象很不错，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在你得到角色通知之后，有人联系过你吧？此时，吴宇珊的大脑快速运转起来。没错，昨晚收到了一个酒店定位以及54513这个房间号。王姐，昨晚你不用跟我说什么，我也不想知道那些跟我无关的东西。总而言之，你心里有数就行。永远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好了，赶紧换衣服离开剧组吧。你再不甘心也好，都改变不了什么，毕竟不会有人去在乎一个小龙套的。无赖的吴宇珊只能悻悻离开。看到我，你此刻不该感到惊喜吗？吴宇珊抬头一看，来人正是当红顶流，也是剧组的男一号武二凡。你有事吗？有点意思，能够在跟我面对面时不激动的龙套，你还是第一个，呵呵。你的剧本角色原本是我帮你要来的，我这么说你明白吗？那我的剧本角色之所以被取消，也是因为你。对，因为你不乖，因为你让我失望了。不过你还是有机会的，就看你愿不愿意去争取，想不想去争取了。吴宇珊不傻，他知道所谓的争取就是主动前往对方经纪人在微信上发来的酒店定位，然后去敲开54513的房门。所谓的机会就是被潜规则吗？就是靠卖身上位吗？虽然我只是一个跑龙套的，虽然当演员拍戏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可这并不意味我会用自己的身体跟尊严去换取那种所谓的上位。所以武先生，抱歉让你失望了。另外，你真的刷新我的三观，同时也刷新我对你的认知。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武先生，抱歉，如果说所谓的机会需要用出卖身体来获得的话，那这种机会我不要也罢。我从来都没说过要去潜规则你，更没说过让你出卖身体的这种话。哦，那就当是我误会了。呵呵，珊珊，陈哥，你怎么来了？想着给你个惊喜，所以就没告诉你便过来了。叶总，面对前世这个即将进号子里踩缝纫机的炮王，我直接无视。珊珊，你跟他相识的？不相识，第一次说话而已。那就好。对了，珊珊，你要拍摄的戏份开始了没？如果还没开始的话，那我待会可得好好在边上看他了。戏份没了，原本定下的角色被换人了。叶总，原本吴小姐的角色是定了下来的，但投资方那边往剧组硬塞了个人进来，碍于各方面因素，只有把吴小姐的角色给顶替掉。不过请您相信，接下来我会为吴小姐提供一个更好的角色去做一补偿。吴小姐，对不起，我刚才的语气冲了点，还请你见谅。吴宇珊是我的小妹，如果她真想走演艺道路的话，那就不劳烦你们了。珊珊，既然你在这剧组的角色已经被替换，那也没必要再待下去了，走吧。你一个人在外面我也不放心，要是有人想欺负你，你直接告诉我，你叶晨哥哥会想尽一切办法替你做主。走，咱们先到裴导的剧组去。好。很快，我们几人来到了裴安的剧组。珊珊，你的角色被人替换这事应该没这么简单吧？说说怎么回事？还有那个姓武的所谓当红顶流，他刚才跟你说了什么？没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他们说替换就替换吧。还有那谁他也没跟我说什么，就是碰巧简单交流了几句而已。行吧，姓武那厮不是什么好货色，切记千万不要跟他扯上任何关系，可以的话，最好连任何联系都不要有。叶哥，这么说姓武的那厮怎么了？看那面相是淫邪之辈，光鲜亮丽的背后十有八九少不了各种肮脏龌龊。不过这厮的风流日子快到头了，离踩缝纫机的日子不远了。叶总，您是说那位当红顶流会进监狱？这种主招桃花，但也犯桃花，看着吧，他很快就得栽在女人手里。好了，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所以你们随耳一听就得了，也别往外嚷嚷。好的，叶哥。珊珊，我的来意你应该也猜到了吧？但我不是来帮严老师当说客的。你如果在表演上很有天赋，我支持你，但你得先过裴导这一关。说完，裴安递过一个泛黄的本子。这是我花了不少心血创作出来的剧本桥段，里面的剧本内容足以让我去判断一名演员的天赋。我听叶总介绍过你，说你并非科班出身，但那些都不重要，你只管通过这份剧本内容的演绎，让我看到你的天赋所在即可。我只给你45分钟的时间，去看完里面的内容以及琢磨该如何把里头的内容演绎出来。这45分钟将决定你是否适合走演员这条路。叶总、赵总，45分钟经不起浪费，咱们就别留在这儿打扰他了。走，我带你们去看看剧组的情况。珊珊，如果你能够让裴导认可的话，严老师那边的工作我会帮你搞定的。谢谢陈哥。宝驹车展一个冰淇淋吃出2种味道，导致股价下跌。当红顶流武二凡想潜规则小妹被当场拒绝，导演裴安现场试探小妹演技，让她表演7重人格。很快，半个小时过去了，此时几人已被吴宇珊的表演完全惊呆。叶总，你确定他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对。
不可思议，太他娘的不可思议了！我见过天赋最好的是把7重人格中的5重人格给呈现出来，没想到他居然能把7重人格完美演绎出来。一个师范大学毕业的横店龙套，竟然具备着如此天赋，妖孽，这是妖孽啊！捡到宝了，这回真是捡到宝了。陈哥、赵总、裴导，我表现得如何？还行，勉强还算是有点天赋吧。裴导，意思是我适合走演员这条路？你之前真没接受过系统性的表演培训？没有，但关于表演知识的书籍我没少看，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专业书籍都看了不少，并且经常一个人对着镜子来自演角色。那你没去参加过一些剧组的角色面试吗？去过，但无一例外最终都是没有下文，这也让我一度让我怀疑自己是不适合走这条路。真他妈瞎了狗眼！裴导，你说什么？没什么，那你怎么不来找叶总？要是找他的话，犯不上整天去跑龙套当群演了。对，我也挺好奇的，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我不敢，我知道，只要我找叶总的话，你肯定会帮我，甚至可能还会直接得到出演正式角色的机会。可我担心我的实力不行，会给剧组添麻烦。一旦那样，不说别的，光我自己心里头的那一关我就过不去。其次，我爸妈一直都反对我的演员梦，要是被他们知道了找你的话，他们势必会让你把我劝回去考编制当老师，所以我不想让叶总你左右为难。如果说你得不到裴导认可的话，那么在面对严老师的委托时，我肯定拒绝不了。但现在有了裴导的认可，也从侧面说明了你的演员梦并非不切实际，所以严老师那边我会去帮你说服他的。谢谢叶总，谢谢叶总。不是说了吗？别喊什么叶总。陈哥，谢谢陈哥。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不管你跟叶总是什么关系，在我的剧组里都得凭实力说话，我不会因为叶总的原因就惯着你，所以别觉着跟叶总有这么一重关系就能够在剧组里面如何如何。裴导您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不让您跟叶总失望的。次日，来到了做空美股宝居的第3天，此时网上的舆论在竞争对手的拱火下还在持续上升着热度，宝居股价也从介入时的106美元跌到了65美元，眼看交易时间快要结束了，李长风开口问道：景山，第3天了，交易时间也快结束了，但网上的舆论却愈演愈烈，宝居股价可能还会下跌，咱们是要结束做空还是继续蹲低位？叶哥说的3天，无论亏与赚，多与少，立即撤场。你忘了上次那波国际原油了吗？所以我听叶哥的，3天时间5倍杠杆，我们2人各自赚了300亿，这波有点撑了，呵呵。行，那就紧随叶哥的脚步，这波赚大了。老规矩，叶哥的手续费我俩平摊。废话，这还用说吗？说完，李长风也不再犹豫，最终以64.8美元购入股票还仓。3天时间，我们3人的600亿变成1800亿。操作完成后，李长风激动地哆嗦起来。长风，瞅你那熊样，至于吗？而此时另一边的我正在整理前世的记忆，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够1500亿，因为我知道亨达集团即将暴雷，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本接盘亨达集团的部分资产。徐董，别来无恙吧？你猜？要是让我猜的话，那我觉得徐董最近的处境应该不会太好。呵呵，叶董，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来一趟亨达集团总部？行，我马上过来。很快，我来到了亨达集团总部第42层。徐董，该不是亨达集团的债务危机即将要迎来全面爆发了吧？叶董何出此言？刚才徐董不是让我猜吗？那叶董再猜猜我请你过来的意图是什么？意图吗？或许在徐董看来，我将会是接盘亨达集团部分产业的最佳对象，因为徐董可能会觉得我跟其他资本不同，不会对亨达集团进行趁火打劫。不知我说的对不对？徐家闻言不由一怔，我接着说道：徐董，真是被我给说中了吗？难道叶董真觉得亨达已经走向了迟暮不成？我觉得如何并不重要。若是说亨达集团的处境真的被我给不幸言中，那么亨达集团落入这步田地其实并不冤。早在1年之前，我似乎跟徐董说过，步子太大容易扯到蛋，尾大不掉最终只能反受其扰。甚至是几个月前，我都还建议过徐董壮士断腕的。那不知现在还来得及吗？这个问题恐怕我回答不了徐董，毕竟我是局外人，对亨达集团的详细状况不甚了解。只不过我相信徐董心里头肯定门清的。好了，徐董，你也别再继续让我猜了，咱们还是开门见山吧。叶董，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认为咱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咱们之间的关系吗？徐董认为如何，那便如何。叶董，我打算选择性的兜售亨达集团旗下的一些产业跟业务，你看你对哪些方面有兴趣？亨达地产的地皮储备，亨达集团旗下的酒店、院线、传媒，外加金钟村项目。如果徐董愿意出手的话，我也不干那种趁火打劫的事儿，市值多少我给多少。徐家闻言顿时一惊，开口便要打包这几个产业，并且还要依着市值来，这得何等财力才行？叶总打算用多少资金来打包？1000亿，甚至是1500亿之内。叶董，你说多少？1000亿，甚至是1500亿？对，没错，1000亿到1500亿之间，但这得看徐董有没有大量抛售的魄力了。
如果徐董有那种意向跟魄力的话，那也别怪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我不对徐董跟亨达进行趁火打劫，但我也希望徐董跟亨达别拿我当冤大头。徐家此时沉默了，他知道我绝对是认真的。不待他开口，我继续说道：我知道亨达集团在金钟村这个项目上砸了不少资金跟心血进去，但以亨达集团现在的情况而言，金钟村项目绝对是难以继续下去了。500亿，这是绝对是一个很有诚意的数字。另外加上亨达集团旗下的院线、传媒、酒店打包价200亿，至于剩下的那部分，就在亨达集团的地皮储备中进行相对收购。换而言之，徐董要是愿意出售的话，我可以啃下价值800亿的地皮。1500亿，徐家心动了。一旦资金注入，很有可能压下即将全面爆发的债务危机，能给亨达集团带来一定的缓冲时间。除此之外，兴许还能加快被徐家跟亨达集团视为翻身希望的新能源汽车面世的脚步。徐董，就我说的这些，你们回头可以好好研讨研讨。但是有一点，地皮那一块，我至少需要价值200亿的地皮，而且是在1、2线城市中的商业地皮。所以我的条件是金钟村项目、院线、酒店、传媒、地皮综合打包，少一样都不行。如果交易成功的话，叶董打算以什么方式进行收购？这还用说吗？肯定是现金收购。现金收购1500亿，徐家差点忍不住爆粗骂娘。我手里头到底卧拥着多少可以运作的资金？行，回头咱们内部研究研究，如果可行的话，咱们再开展下一步的接洽交流。不急，我随时等着徐董这边的音讯。航空公司太子爷在卫生间意图欺负小舅子未婚妻被暴揍，叶家大少看似帮忙出手教训败类，实则不然。看来姓罗的对你们老叶家还挺重要的。罗元良是叶家一手抬起来的，同时也是叶家在博弈层面的棋手所在，所以要说重要与否这个问题，真的挺难回答的。难怪你要保那个叫罗青的败类。哎，不是，啥玩意儿？保那个败类？叶哥，你说啥呢？你说叶大少要保那个败类？只能说叶大少在人心拿捏这方面着实不同凡响。在不同凡响，那不也被叶总给看出来了吗？叶哥，叶大少，你们这2位神仙能不能说点咱们凡人能听得懂的？还听不懂吗？听不懂，别跟我说是我的智商有问题。这么说吧，如果叶大少不介入揽过来处理的话，那叶哥毫无疑问会用他的办法去对付姓罗的。就你对叶哥的了解，你说叶哥会怎么帮1号讨公道？叶哥肯定是连根拔起，一劳永逸啊！前段时间魔都东方集团的傻逼邵东家去找了叶哥的麻烦，没几天东方集团董事长孙永行就锒铛入狱了。还有，别瞎嚷嚷，那些破事跟我无关。对，我说错话了，叶哥一向都是以德服人。很快，我们回到了山水界。你说你这脾气什么时候才能改改？你能不能在冲动之余考虑一下后果？万一搞出事情来，该怎么办？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是会做那个败类。要不是有你姐夫，一旦真进去坐上几年牢，你以后的人生又得成什么样？就算做10年8年我也认了。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我还去考虑代价后果的话，那我还是男人吗？1号说的没错，如果一个男人看着自己的女人被欺负都还能忍的话，那简直是耻辱。好了，事情已经过去了，知识翻篇了，说说启文吧。我吗？启文怎么了？你现在好歹也是江湖火锅的副总，要是还让他继续待在影楼里当化妆师，多少有点不太合适。我们已经有打算了，等我这边干出点成绩，经济允许了，我第一时间就帮他开一间规模足够的影楼。你们稍等一下。说完，我便起身离开。不一会儿，陈1号的手机响起，一条收款短信把他惊呆。收到信息了吧？你给我转了5000万。5000万不多，应该够给启文成立一家影楼了。你不用这样，真的不用。给你就拿着，废什么话？就算是开影楼，也用不了这么多。回头去买套房子，再换一辆上点档次的车。毕竟你现在是江湖火锅的副总，别整得太寒碜了。行，那这5000万就当是我借的。好了，别矫情了。就在这时，陈1号的电话响了起来。喂，刘总。1号，赶紧回公司开会，有顾客在江湖火锅就餐后出现了食物中毒的情况，这事儿发酵的太快，已经登上了热搜话题。好，我这就回去，马上。1号，怎么了？有顾客在江湖火锅就餐后出现了食物中毒的情况，这事儿已经登上热搜了，我得赶紧回公司开会。说完，陈1号快速的离开了。老叶，江湖火锅这才开业几天，怎么这就出事了？该来的始终要来，放心吧，他们能处理好的。次日，江湖火锅食物中毒事件持续上升着热度，这些事对于于守成来说小事一桩，根本不用我去考虑。突然接到了严怀里的电话。喂，严书记。你小子打出道起，好的坏的舆论就没停过，怎么想当网红吗？严书记，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也是身不由己啊。得，这些事你肯定能处理好的。今天打电话给你，是受华为任老所托当个中间人，任老想和你聊聊，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任老，不知所谓何事？具体的我也不知道。行，我也想认识认识这位商界老前辈。很快，
我来到了广深华为总部大楼，见到了华为之主任程飞。叶董，可算是把给你给盼来了，哈哈。任老言重了，应该是我可算是见到传说中的华为之主了。我用了半生才成为传奇，可叶董只用了1年时间，就已经成为商界传说，所以严重的是叶董你，而不是我，哈哈。任老，咱们也不必再去客套了。我想先问您老一个问题，您老找我过来，是以华为公司的身份，还是以您的个人身份？有区别吗？若您老以华为公司身份的话，那我可就得上纲上线了。哈哈，看来叶董真是个爽快人。不过我既然把叶董邀请到华为公司总部来，那自然是以华为公司的身份来跟叶董交谈了。那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我想知道华为公司为什么会想着找我，或者是说为什么会想着找腾龙科技跟 TL 芯片公司来进行合作。任承飞眉头一紧，没想到我直接一针见血。哈哈，叶董真是快人快语。既然叶董想知道为什么，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找你合作这事儿，从某种意义上，我是在赌。任老，我没听错吧？您老打算押宝腾龙科技跟 TL 芯片公司，这2个公司不过是成立不久的小公司而已，您老怎么就给看上了？值得吗？国内的优质半导体企业不在少数，以你们华为之名，想要合作也就一句话的事罢了。你说的没错，以华为现在的高度，想跟国内的半导体企业合作并不难，而且咱们华为也跟国内的多家半导体企业有着一定的合作关系。但是我觉得还远远不够，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任何希望，我想要的希望，华为需要的希望。难不成我旗下的腾龙半导体科技跟 TL 芯片公司还让人老看到了希望？没错，叶董，你也别在我面前藏着掖着。在人生这条路上，说句夸张点的，我吃过的盐多过你吃过的米。带领华为20多年风风雨雨的走过来，我见过的太多太多了，同时也在那些风雨中沉淀出了足够的嗅觉来。所以你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的确，华为公司能有今时今日的成就，全凭它独特的商业嗅觉跟直觉。所以只要叶董肯与我华为合作，不论是资金、人才还是技术、专利，只要腾龙科技跟 TL 芯片公司有需要，我华为都会义不容辞的提供。任老，不得不承认您老说的合作让我难以抗拒，但我更关心的是我这边要付出什么。股权，腾龙科技跟 TL 芯片公司的股权。这不可能，即便你们开出的条件再诱人都好，股权是我的底线，哪怕是1%也好，我都没有稀释的打算。叶董，我的要求不过分吧？任老，您的要求并不过分，我就是纯粹不打算去出让股权罢了。如果不附带股权，那在双方合作的背后，你能给到华为什么？科研成果共享？不，共享也做不到。任承飞一听，险些没当场暴走骂起娘来。叶董，既然你拒绝稀释股权，又不愿意共享科研成果，那你能给到咱们什么？优先供应权，在保证满足华为基本需求的情况下，再对外界进行供应，而且给到华为的价格也是对外发售的最低价。任承飞陷入了沉默，思索片刻后继续说道：叶董，华为押宝腾龙科技跟 TL 芯片公司说白了只是在赌，并不见得真的能够赌赢，并不见得真能研发出华为所需要的东西。如此背景下，你不觉得这种合作条件有点过分了吗？如果腾龙科技跟 TL 芯片公司无法成功的话，哪怕给华为再多的股权又能如何？相反，若是成功的话，那么我所说的合作条件过分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跟共享科研成果也没什么区别了。任承飞再次陷入沉思，正如我所说，若不成，再多股权也是白搭；若能成，届时一定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若能得到优先供应权，那将占尽先机。你有信心能研发出咱们华为所需要的东西吗？您老对咱们有信心吗？任老，关于合作的事儿，您可以再好好考虑一下有没有这个必要。如果有的话，那我肯定会张开怀抱迎接华为的青睐。就算合作不成，您老依旧是我深深敬仰的民族企业家，华为也永远是我眼中那个象征着神州之光的民族品牌。呵呵，看来我真得再认真考虑考虑了。小舅子打了人，我不仅帮他摆平，还拿出5000万给他未婚妻开影楼。华为之主任程飞欲入股我的科技与芯片公司，被我婉言拒绝。次日，我再次来到亨达集团总部42楼，没错，正是收购亨达旗下部分产业的事。叶董，相信你也猜到了咱们今天找你过来的目的。没错，跟你想的一样，通过亨达集团董事会的一致合议，咱们接受你的收购方案，亨达院线加亨达传媒加亨达酒店再加远郊开发项目，总计700亿。徐董是不是漏掉了地皮这一块？叶董，你就非得执着于亨达的储备地皮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问诸位一个问题，那就是亨达院线加亨达传媒再加亨达酒店，值200亿吗？而远郊开发项目又值500亿吗？我没记错的话，现在的亨达院线已经是全国全线停摆了，还有亨达传媒，折腾出任何水花了吗？唯一有点价值的就是亨达酒店，但亨达酒店一直都处于连年亏损的状态中，所以诸位扪心自问一句，这些值200亿吗？
还有远郊开发项目，这毕竟是涉及1、2千亿预算的投资项目，谁也保不准这个项目开发后的光景。试问当前这个大环境下，有哪个资本敢轻易去趟这趟浑水？我愿意掏500亿出来，完全是看在跟徐董的情分上，所以该不该给的诚意我都给足了你们亨达集团，而你们却不愿意把战略储备地皮都收一部分出来弥补给我，只想让我掏700亿去打包你们亨达手上的这些不良资产，是真拿我当冤大头了，还是真拿我当人傻钱多的暴发户了？此言一出，亨达集团一众元老表情羞愧面面相觑起来。徐董，这就是你们亨达的态度吗？或者说这就是你的态度吗？如果是，那咱们没必要再谈下去了。说完，我便起身准备离开。叶董，你先别急着恼火。枉我还看在彼此情分上给足了收购的诚意，但换来的却是你们拿我当冤大头。你让我别急着恼火，怎么着？我是不是应该如你们所愿，用700亿去收购这些烫手山芋？叶董，咱们找你过来就是商谈的，如果你觉得不满意，那咱们就继续谈，谈到你满意为止。你何必如此大动肝火？谈是吗？好，那我也不废话了，我把我的底线给你们亮了。在打包亨达院线和亨达酒店跟亨达传媒以及远郊项目的收购上，必须得建立在你们亨达集团出让价值800亿储备地皮的基础上，地皮以当前市价收购，但必须由我方亲自挑选。叶董，不是说价值300亿的地皮吗？对，但那是之前，现在既然你们亨达集团拿我当冤大头，我也没必要再去替你们考虑了。800亿的地皮少一点都不行。叶董，你这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了？800亿的地皮，这等同于要拿走亨达集团战略储备地皮的1/7了。那些我不管，总而言之一句话，价值800亿的地皮是我的底线，也是这次收购的基础。如果不能满足你的这个要求，你就放弃对亨达院线、亨达酒店、亨达传媒以及远郊开发项目的打包收购。对，没错，这就是我的底线。能否促成这笔收购的主动权在你们亨达手上？若是你们亨达觉得我的条件难以接受，那就只能说声遗憾了。留下这句话后，我便起身独自离开。混账！你们这些混账，现在满意了吗？这个结果满意了吗？次日，我们4人来到了南国山庄。纪委，腾龙影业那边的近况如何了？叶哥，好几部电影即将杀青，接下来就是后期制作以及过审的事儿，元旦档上映应该没问题。院线主要是以千通院线为主，我已经跟千通院线的负责人碰过头了，他们表现得很有兴趣，毕竟他们知道腾龙影业是你的产业，同时也知道他们的太子爷王少聪上赶着想跟你交好。好，千通院线的问题不会太大了，不知道亨达院线那边，叶哥你谈的怎么样了？亨达院线嘛，我已经跟亨达提出了打包收购。啥玩意儿？打包收购？除了亨达院线之外，还有亨达酒店、亨达传媒以及远郊开发项目，我给出的价格是打包700亿，其中亨达院线、亨达酒店、亨达传媒200亿，远郊开发项目500亿。200亿去打包亨达院线、跟亨达酒店和亨达传媒，此时我并没有解释太多，接着说道：我打算把亨达院线改造为腾龙院线，把亨达传媒跟腾龙影业进行整合，把远郊开发项目并入腾龙地产中。至于亨达酒店，则是作为咱们进军酒店业的第一强。叶哥，恕我直言，就亨达院线跟亨达酒店和亨达传媒值200亿吗？不值，但为了亨达的战略储备地皮，稍微溢价还是可以的。叶哥，你这是盯上亨达集团的战略储备地皮了？对，所以这笔涉及700亿的打包收购，我提出必须得建立在亨达对咱们出售价值800亿的战略储备地皮的基础上，并且得由咱们单方面挑选。700亿的打包收购，外加800亿的地皮，共计1500亿，几人顿时惊呆。叶哥，商业决策你拍板就成，但问题是，如果打包收购亨达的那几项资产，那就是1500亿了。但咱们现阶段哪来这么多的资金？我知道你们的资金状况，所以这1500亿你们暂时不用管，我先担着就行。啥？叶哥，你先担着？这可是1500亿啊！你这……我拿一人如血去抵押了。不是叶哥，我没听错吧？你拿一人如血去抵押了？不用大惊小怪的，1500亿而已，就算到头来打水漂了，以一人如血的造血能力，用不了多久就能把窟窿填平。更何况我并不认为会有打水漂的可能存在，跟你们进行之会是因为你们仨都是股东，有什么异议的话可以说出来。叶哥，咱们肯定是没异议的，就是收购资金这事儿全部由你来掏，是不是有点那啥了？别急着矫情，没让你们依着股权占比进行注资，并不代表对你们的资金没有安排。接下来我会罗列出一些汽车零配件的供应企业，你们负责去把那些企业收购下来继续发展。叶哥，你这是要进军汽车领域？没错，接下来的新能源汽车将会逐步取缔传统燃油车的市场份额，我要是没判断错的话，10年之内应该能够实现份额的全面反超。目前新能源汽车的最好契机已经过去，接下来这10年将会是最后的契机，所以有必要开始着手布局了。没错，我知道不久后亨达的商业王朝将会轰然倒塌，这无疑是我最好的抄底机会，包括亨达汽车。董事长，别来无恙。哈哈，之所以能够无恙，还是得承蒙叶董的帮助啊。客气了，
我不是也在你们无极集团身上赚了一笔吗？都说无事不登三宝殿，董董事长不妨有话直说。得，英格兰接下来会有一场非公开的拍卖会，我得到消息，届时会有不少极品东西，很有可能会出现很早年间从咱们华国流出去的古玩，甚至是珍稀文物，所以想问问叶董有没有兴趣。闻言，我迅速整理起了前世的记忆，脸上也露出了惊讶之色。叶董，抱歉走神了，董董事长找我过去是想着让我帮忙长眼是吧？叶董果然不简单，还是那句话，钱我亏得起，但是名声跟招牌我亏不起，所以想请叶董帮帮忙。行，容我考虑考虑。那就静候叶董佳音了。地下拍卖会惊现华国国宝机手，我发誓一定要带他回家。接到无极集团董事长邀请后，我带着李长风等人来到了拍卖会现场。进门时，王猛等人却被拦了下来。王猛，叶总，干得过对方吗？问题应该不大。等拍卖会正式开始后，找机会跟对方切磋切磋，这是给九州安保壮声威的机会。若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就算了。行，待会儿我研究研究。两个前提：一，绝对不能出丑落败；二，纯切磋，不可故意惹事，更不可冲突化。当然了，如果是对方故意挑衅，那就另当别论了，往死里收拾。好的，叶总。我们来到内场，遇到了 DOA 集团千金安娜小姐。老同学，我还以为你打算要躲我一辈子。安娜，叶先生，既然你跟长风一起出现在这里，那你应该对我有所了解了，所以或许我要谢谢你，要不然想见他一面还真难。安娜小姐，先别急着谢我，或许我是来帮他解决你们之间那无聊的戏码的呢。无聊的戏码？没错，如果他真的接受你的追求，你会跟他结婚吗？退一步说，你会跟他产生肉体上的火花吗？也许换做其他女人，我相信可能会，但堂堂 DOA 集团的千金，堂堂 DOA 集团全球餐饮负责人，会是如此随便的女人吗？你之所以一直对他锲而不舍，无非就是想去征服这个让你感到挫败的男人而已，而你只是想要一场柏拉图式的爱情罢了，对吗？长风都跟你说了些什么？他只是粗略地说了些你们之间的故事而已，虽然他很聪明，但对于女人他懂得并不多，否则你觉得他还会逃避你吗？或许你是真的喜欢他，但现实的你清楚你们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所以说你是在追求他，倒不如说是在追求一段超出友情却又止步于肉体的纯洁柏拉图式爱情。我算是知道他为什么会心甘情愿为你马首是瞻了，但我好奇的是，他明明对拍卖会不感兴趣，你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带上？难道真是为了帮他解决我们之间你所谓的无聊戏码吗？你猜？你是想通过他来认识我，然后再通过我去解决轮回很有可能会面临的资本围剿？看来安娜小姐比我想的还要聪明。如果咱们刚才没有以上那些对话，或许我会看在长风的面子上帮你，但你的聪明让我不太开心。然后呢？然后你若想从我这儿得到帮助，那么你需要给我一个足够充分去帮你的理由，并且是与长风无关的理由。这是应该的。看来你很自信。我除了自信外还有其他选择吗？那我就拭目以待了。长风，既然你不准备躲我了，那等拍卖会结束后别急着走，等我。很快拍卖会正式开始。第一件拍卖品来自18世纪中叶，出于南美王室的祖母绿项链，其拍价800万英镑，每次加价不低于10万镑。800万，810万，820万。拍卖如火如荼进行着，可我却无动于衷。我的目的只是最后几件拍品。接下来拍卖的是尼古丁拉斯在1765年时创作的巴洛克风格的作品，一个青年人的肖像，其拍价8000万英镑，每次加价不低于100万镑。8000万镑，8100万镑。前世这幅画像最终是被 DOA 集团千金安娜小姐以2亿英镑拿下，可惜的是这幅画却是赝品，此时价格已经来到了17000英镑。董钱正准备交价时被我拦了下来。董事长，不止。叶董，怎么？这画有问题？信我的话就别出手。董钱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选择了相信我。此画最终还是被安娜小姐以2亿英镑的价格拿下。接下来拍卖的是一件来自于华国宋朝的汝窑碗，其拍价200万镑，每次加价不低于10万镑。200万英镑，210万镑，220万镑。很快，价格来到了450万英镑。此时董钱犹豫了。450万镑，第一次。加。叶董，这里面有玄机，先拿下再说。450万镑，第二次。460万镑，500万镑。加。510万镑，550万镑。加。560万镑。最终，此件拍品被董钱以560万英镑拿下。叶董，待会儿再说。下面进行拍卖的是华国清代康熙帝的陪葬品九龙玉杯，被誉为华国的稀世珍宝，其拍价5000万英镑，每次加价不低于100万英镑。5000万英镑折回人民币4.5亿，但稀世珍宝岂能用价钱去衡量？几分钟时间，价格便来到了9000万英镑。叶董，九龙玉杯绝对是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这件稀世珍宝，不管对我还是对无极集团来说，或许都会成为烫手山芋。
但一想到要落在那些野外蛮夷手上，我心里头真难受。理解，华国的稀世珍宝落在外族手中，是个炎黄子孙都不得劲儿。那你1亿英镑，1亿200万。这个价格并没有把一众财主吓退，价格还在一路飙升，很快来到了1亿6千万，全场顿时安静了。1亿6千万第一次，1亿6千万第二次，1亿6500万。此价格一出，我顿时成了全场的焦点。在看到我是华国人后，出价的外国富豪也只好无奈的放弃，最终被我以1亿6500万的价格拿下。接下来拍卖的是夜明珠，这颗夜明珠来自华国清代，是乾隆皇帝与慈禧太后的喜爱之物，更是慈禧太后的陪葬之物。夜明珠，这是慈禧口中的那颗夜明珠。叶哥，你说这颗夜明珠的拍卖价得去到多少？估计不会低于1个亿英镑。1亿英镑，9亿人民币。叶哥，你会拍下来吗？我并没有回答，短短几分钟，价格已经来到了7000万。1亿英镑，我直接从7000万的价格抬到了1亿英镑，再次成为全场的焦点。1亿100万，1亿1000万。这个价格在众多有钱的收藏家眼中已算是天价了，众富豪只能放弃，最终被我以1.1亿的价格拿下。叶董，已经2亿7500万镑了，换算成人民币，你已经为这2件文物买了25亿的单了。怎么？我不知该不该庆幸找你过来参加这场拍卖会。如果没有你的话，这2件象征着咱们神州文化瑰宝的文物，怕是又不知的流向何方了。你的确应该庆幸带上了我，但是你庆幸的不应该在九龙玉杯跟这颗夜明珠上，而是在那个你所认为的汝窑碗上。叶董，那只汝窑碗是不是深藏什么特殊的玄机？回头再说，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给你带去一份惊喜的。董钱也没再多问，目光继续回到拍卖现场，当下一件拍卖品拿出来，还没等拍卖师介绍，几人再也坐不住了。鸡首，没错，正是圆明园12兽首之一的鸡首。坐下，都平复一下情绪。叶哥，12兽首被拿出来拍卖，这是在戳咱们炎黄子孙的眼，更是在践踏神州的尊严。时至今日说那些已经没有必要了，但你得明白一件事，如果12兽首的鸡首没被拿出来拍卖，也许咱们还不知道的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它的下落。如今鸡首出现了，不管是不是戳炎黄子孙的眼，不管是不是践踏神州的尊严，至少这已经意味着咱们迎来了把它带回神州的机会。叶哥，那要是拍卖价去到1、2亿，甚至是10亿、8亿，咱们也买这个单吗？放心，我会带他们回家的。这件拍品是华国12兽首之一的鸡首，起拍价900万镑，每次加价不低于10万镑。迎着拍卖师的话落，我第一时间站起身来说道：诸位，我想占用大家一点宝贵的时间听我说说。我相信在座诸位都清楚我们华国圆明园12兽首的历史，也许对于你们来说，这只是一件来自于华国清代的艺术品，但对于我，对于10几亿的华夏子孙，甚至是对于华国的官方而言，12兽首承载的是神州人民的屈辱，同时也是神州人民心中永远的伤痛。每次12兽首亮相拍卖，无疑都是在践踏着华国人民的尊严，因为12兽首是100年前侵略者在洗劫焚烧圆明园时掠夺的华国文化象征，然而被夺掠后却是一次次登上拍卖台，这不仅是在践踏着华国的尊严，更是在羞辱着10几万万的华国子民。我之所以说这么多，只是想阐明自己的立场。对于12兽首，别说是900万英镑，哪怕是9000万英镑、9亿英镑，我叶晨也拿得出，但我不能拿，不是因为我舍不得，而是在侵略者掠夺中走失的12兽首，他不应该以那种疯狂竞价的方式回归神州大地，这一点不仅仅是我10几万万的华国人民都是接受不了的。不过我叶晨一向都尊重规矩，我不会去僭越基本的规矩与规则。900万镑的起拍价我会叫，但我真心希望900万英镑是第一次叫价，也是最后一次。谢谢各位。说完，我便坐了下来，大声喊道：900万英镑！此时现场死一般的寂静，没人说话，没人追加，坐其中不乏对这件鸡首感兴趣的主，但看我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都不愿得罪我这位华国神豪。再就是此件拍品确实过于敏感，即便拿下也会变成烫手的山芋。几分钟过去，拍卖师只能无奈开口：900万第一次，900万第二次，900万第三次，成交。我们600亿做空美股宝居3天狂赚1200亿，亨达即将暴雷域打包出售旗下部分资产，我1500亿收购。次日，我们接到小舅子陈一号的邀请，前往鸿雁酒楼，而此时鸿雁酒楼的卫生间里，混蛋，放开我！你们要干嘛？要干嘛？能被我罗少看中是你的福气。当我们到达鸿雁酒楼后，包厢里却一个人也没有。您好，你们是这个包间的吗？对，这个包间的人呢？被警察带走了。什么？被警察带走了？为什么？打架，而且还把人伤得不轻。有一位好像还是什么公子哥来着。此时江州某派出所的审讯室里，姓名陈一号。二人一听不由一惊，难道我是江湖火锅的副总，伊人如雪叶晨的小舅子？对，是我。二人对视一眼，一名警察便起身离开。很快，
我便接到了张景山的电话。叶哥，刚刚越秀分局的警员给我打了电话，说1号现在在他们局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具体情况还没调查清楚，只知道1号在鸿雁酒楼打了人，对方被他伤得不轻，其中有一个的来头还不小，是航空公司董事长的儿子，同时也是省府秘书长的外甥。据我所知，他爹跟他大舅都是叶家那条线的。我了解1号，他的脾气躁归躁，但只要不是触到他底线，他是不会随便动手的。能让他出手打人，甚至是打得不轻的，肯定没那么简单。我听越秀分局的警员说，是对方欺负他的未婚妻在先。行，我过去一趟。我也过去一趟，顺便也跟叶大少说一声这事儿。另一边的越秀分局领导办公室里，那个够判10年不？严局，我可把话摆在这里，我不接受和解，也绝对不接受任何协商。小罗，你还是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先吧。不着急，等我上医院时，那就是走验伤程序了。你们得安排警员跟我一块去拿验伤报告。我现在就要求你们分局赶紧立案，早点把那个送进去，按顶格故意伤害处理。小罗，你还是听我的，先去医院吧。严局，怎么？是不是非得我爸跟我大舅他们介入，你们分局才会立案处理？你知道打你的是什么人吗？我他妈都被伤成了这样，我还需要去在乎打我的是什么人吗？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你要往王法跟法律上扯的话，那我高低都得说一句，王法跟法律也不允许你去调戏轻薄人家未婚妻呀。这就是我那俩朋友躺在医院的理由吗？这就是我差点被那只疯狗给整死的理由？就那个，我是把他给办了，还是把他怎么着了？事实上是我跟那俩朋友遭到了伤势严重的故意伤害，而那个啥事都没有。就我国现有的法律，有什么明文条款可以作为故意伤害的理由？哎，不是，我看你这意思，你是想着让我协商和解。如果能够协商和解的话，对你来说或许才是最好的结果。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不把那个杂碎按顶格来办，我他妈绝不接受。如果你觉得办不了这案子的话，那就换人来处理。这口气，我罗青必须得出，那个必须得在监狱里待个10年8年。就这个案子来说，不管是谁来接管，你都无法如愿以偿，因为跟你起冲突的不是别人，而是叶晨的小舅子，而且是你挑起的，是因为你调戏叶晨小舅子的未婚妻所引起的。别怪我说话不好听，你现在该想的不是如何把陈1号送进去，而是如何去化解这场风波，如何去获得对方的和解。不管他是谁的小舅子，我他妈都得。等等，你说他是谁的小舅子？叶晨，一人如血的叶晨，被叶老爷子认作干孙子的那个叶晨。霎时间，罗青脸色变得苍白。你确定？你确定那个狗？不，你确定他是叶晨的小舅子？确定。所以你该想的是如何去平息对方的情绪，而不是在这跟我讨论立案跟判多少年。不出意外的话，叶晨很快就会动身到分局来了。完了，这下完了。没错，这时我已经来到了派出所，并见到了陈1号。1号，把事情的经过详细的说说。接着，陈1号把整个事情的经过详细的说了出来。我操，这都21世纪了，还有人敢猖獗嚣张到目无王法这种程度？你确定那个败类是罗元良的儿子？叶大少应该错不了。叶总，这事让我帮你处理可以吗？我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怎么个解决法？就在这儿解决，当着你跟1号的面解决。行，我满不满意不重要，关键是1号。1号，放心，我会给你讨一个应有的公道的。说话间，分局领导已经带着罗青走了过来。叶大少、叶总、张总，你是分局副手？对，叶大少，我是分局副手严强。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事？叶大少，这您说该怎么处理？叶成英抬头看了看角落的监控，说道：行，没你的事了。听说你们这里的监控坏了，是吗？哦，对，今天不知道这监控怎么就突然坏掉了，我明天找人把它修好。行，你去联系人，明天过来修一下，老是坏掉也不好。说完，分局副手便转身离开了。叶大少，我错了。是谁给你欺男霸女的底气跟资本的？是你那个在航空公司当董事长的爹，还是那个在省府当秘书长的大舅？我错了，叶大少，我保证以后不会了，再也不会了。败类，耻辱，江州的败类，岭南的败类，江州的耻辱，岭南的耻辱。别跪我，冤有头债有主，该跪谁跪谁。对不起。1号，在他爹赶到之前，你想怎么着他就怎么着，别弄死就行。说完，叶成英拿出电话拨通了航空公司董事长罗元良的手机号码，直接开了免提。叶大少，难怪今天我眼皮一直在跳，感情是您打电话找我，哈哈。哦，哪边眼皮跳？肯定是左边眼皮呀，哈哈。看来罗董事长这个的眼皮是跳反了。叶大少，您的意思是，你儿子是叫罗青吧？对，不成器的犬子是叫罗青，难不成他惹到叶大少了？一人如血的叶总，你应该不陌生吧？老爷子的干孙子。对，
你那个宝贝儿子在鸿雁酒楼把叶总小舅子的未婚妻堵在卫生间一图不轨，我就纳闷了，这都什么年代了，在江州这一亩3分地上怎么还有如此牛逼的主？还是你那宝贝儿子以为他爹是岭南的太上皇，能够让他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太上皇？混账！该死！该死！该死的孽畜！叶大少，您等着，我现在马上给他打电话，回头我再联系您。不用给他打电话了，他现在就在我身旁，就在江州越秀分局。叶大少，您稍等，我马上过去。挂了电话，叶成英对陈1号说道：“1号，怎么着？不打算泄恨了？”叶大少，我说了，只要不弄死这个败类，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叶大少，咱们还是算了吧，只要他愿意不追究被1号殴打一事，这事就算了吧。没事，他要是敢追究1号，我保证他接下来的往后余生都没好果子吃。所以，只要你们还有怒火，那就尽情发泄。谢谢叶大少，不过还是算了。就在这时，罗元良走了进来。叶大少，叶总，对不起，对不起。老罗，你那个宝贝儿子借了几分酒劲就在饭店里干出这种事来，平时无法无天猖狂到了何种程度？若是让老爷子知道被他所青睐欣赏有加的罗董事长教出如此人神共愤的孽畜，你说老爷子会怎么想？是我教子无方，是我没管好这个孽畜。二位，先容许我向2位真诚的道个歉，逆子的错，我这个当爹的难辞其咎。放心，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说完，罗元良拔出腰间皮带走向罗青，一顿皮带炒肉丝看来是在所难免。英伦地下拍卖会惊现流落海外华国国宝，我斥资25亿全部拿下，只为让他们回归华国。拍卖会结束后，我们一行人来到大厅，此时王猛等人已把国外一众宝物全部赶返。叶总，没给您丢人，没给九州安保丢人，更没给华国退役军人丢人，全干翻了。对，叶董，说句自大点的话，就算对方再多10几号人，咱们也能扛得住。好，很好。叶先生，你们华国保镖的实力都到如此地步了？华国保镖这4个字的范围太广，我下不了定论。但我的九州安保，他们具备这种实力。如果说你的九州安保真具备如此实力的话，那我想回头我就得联系叶先生你了，跟你聊一聊合作的事。你要是需要联系咱们九州安保的负责人王猛，也就是他。王猛先生，你好，这是我的名片，还请王先生方便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我们聊聊合作的事。好的。这是我的名片。这是我的名片。等到一行权贵富豪离开后，王猛开口问道：叶董，你让咱们去挑战那些保镖，为的就是让九州安保这4个字进入那些富豪们的眼中。没错，让我意外的是，你们不仅没让我失望，还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就凭你们今天的壮举，不出意外的话，华国九州安保这几个字要开始走